这个男人掀下男孩的帽子，脑壳上竟是一排二维码，看起来很神秘，不像是健康码。火锅王子将他装上军舰，拿蜡烛放在男孩面前，男孩什么都没做，小火苗却瞬间拉长。王子又命人倒了水，这滩水也乖乖变成圆形，接着又是一块石头，他晃动几下后竟然站了起来。火锅王子彻底震惊了，男孩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神灵转世达摩。在这个世界，只有神灵转世能同时操控水火土气四大神力，王子打算利用神灵的力量统治四大族群。达摩一听，好家伙，摊上事儿了，他赶紧一个倒拔垂杨柳，把自己关在了门外，紧接着一个乾坤大挪移，避开守卫，跑到船板上。他看见自己的宠物大猫已经远远跟了过来，就在王子追出来的同时，打开滑翔伞飞了出去。他御气飞到大猫身上，发现水族哥俩也来帮忙。达摩跟他们说了火族的阴谋，决定回到自己的气宗告诉师傅，可回去了才发现气宗已经荒废很久，没有人影，只有一片白骨累累。看到气宗全部被灭门，达摩不淡定了，他突然双眼放光，头顶也亮起了执行箭头，眼看就要走火入魔，还好被水妹及时唤回了神智。他们这才知道达摩已经在寒冰中整整冰冻了100年。他们来到了附近的小镇，这里的土族部落也被火族占领，一个火族士兵发起火龙，正在攻击孩子。达摩出手救下他们，但却惹来火族士兵的围攻。看到如今的民不聊生，达摩坦白了自己就是消失已久的神灵转世，他要带领人们反抗火族的暴政。众人本来还不敢相信，但看见达摩竟然使出了气宗的招数，这下人们全都信了。有神灵撑腰，他们胆子一下大了起来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攻击250。达摩和众人合力击退火族士兵，将他们全部赶了出去。可就在人们欢欣鼓舞之时，达摩却爆出一个惊天秘密，其实他根本使不出强大的术法，冥冥之中正有什么东西在阻碍他。他用意念施展控水术，水柱就像有灵性一样听他召唤。他紧闭双眼，平静的湖面顿时波涛汹涌，但很快就后劲不足，水面也恢复了平静。达摩始终无法将控水术练到极致，为了搞清根源，他骑上自己的大猫，独自去寻求帮助。达摩来到一座古老的寺庙，这里的住持很和善，直接将达摩抓了起来，将他送进了火族将军的大营。火族野心极大，多年的侵犯他族，导致生灵涂炭，如今又想抓住神灵转世，彻底击垮水之国。可一个无脸男突然出现，他拿起刀就是 biu biu 2下，竟是来救达摩的。他们冲出牢狱，却遭遇了大批的火族士兵，别说神灵转世，就算是圣斗士来了，也打不过这么多敌人。达摩已经武当少林，招数全出，依旧无法突围。但他发现众人也不敢轻易伤他，因为神灵转世死掉以后，不知又会转生到哪里，再寻找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。这为达摩赢得一线生机，他顺利逃走。和水族哥俩会合后，他们骑着会冰会火会漂移会闪躲的大猫，穿过大海来到了水之国，见到了水国公主。在向他展示了达摩的气宗能力后，公主请来最牛的水系术法大师教导达摩。短短几天过后，惊人的事情发生了，达摩轻松地破解大师发来的攻击，还让整座城里的河面都拔地而起。大师震惊了，这我还教个毛豆啊！水哥这边也是神助攻，他把水国公主迷住，牺牲很大。公主将他们送到了水国圣地，让达摩在月之灵前面修行。可火国却没给他们太多时间，天空突然下起了灰烬，火国大军来袭，他们骑着忍者神龟爬上城墙，火国王子也悄悄潜入水底，伺机行动。达摩在梦里看见了西海龙王，龙王告诉他，要他借助大海的力量，只有大海的能量才是无穷无尽的。说完丢下了一句还要去看毛豆解说电影，就急急忙忙的走了。原来是达摩在月之灵前进入了忘我境界，水妹替他护法，却遭遇了火国王子的偷袭。王子打败水妹，掳走了达摩。达摩在忘我境界下一无所知，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，于是他用铁头功翻了几个跟头，准备逃走。他使出了最新领悟的冰封术，将火国王子直接冻成了冰溜子。此时的火国大军已经攻进了城市，所有水族都在顽强抵抗，但是依旧打不过强大的火族。看着永不停歇的杀戮，还有生灵涂炭的水国子民，达摩来到了城墙最高处。他想起了曾经的和平，还有温暖祥和的气宗，师父的谆谆教诲。他伸出双手，起手式秃头摸地，第二式还是秃头摸地。他在这一刻终于领悟了水之真谛。只见他双手一握，双眼和头顶的箭头同时亮起，整个海平面瞬间掀起滔天
天巨浪，城内厮杀的人们全部被吓坏了，海浪还在持续拔高，很快就将火族舰队全部笼罩。舰队急忙纷纷撤退，人们见状全都匍匐在地，迎接救苦救难的神灵转世华丽归来。但事情还没完，败退的火族依旧不甘心，因为在3年后哈雷彗星出现时，会给火族带来最强的元力，他们要在那时卷土重来。看起来是有续集的节奏，可过去了整整11年，依旧没见续集的影子，不知道是达摩还俗了，还是导演出家了。